一屁股坐哭，俩娃带孩子卖惨讨饭。大熊猫祈福带娃究竟有多搞笑？这天，祈福正带着2个孩子咔咔炫饭，起身拿竹子时不小心坐在了福来身上。哥哥福顺看到后着急的用小手使劲推妈妈，可一心只想干饭的祈福并没有察觉。直到被泰山压顶的福来急出狗叫，祈福这才挪动了他那尊贵的大顶。只是被压的是福来，而他安慰的却是福顺。福来表示3只熊的电影我不配拥有幸运。带娃摆烂方面，祈福虽比不上成大，但搞笑方面两熊却是势均力敌。成大是拿娃跟饲养员换蜂蜜盆盆奶，而祈福则是直接带娃在笼子里卖惨。只可惜小帮手福顺不太给力，只见祈福正在酝酿伤感的情绪，委屈巴巴的眼神，14亿人看了都要落泪。结果没搞清楚状况的熊孩子一心只想往妈妈怀里钻喝奶奶，这一下就让祈福彻底破功，扭头走去。别看祈福带娃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，仿佛在说这么可爱的仔仔你没有吧略，但实际上只要祈福带娃困了，刚才还在宝贝的娃瞬间被他当成脚垫，自己则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沉沉睡去。有时熊孩子挣扎着想出去玩，可倔强的祈福非要他陪自己睡觉，强行关机不成就换个姿势继续哄睡，生动诠释有种困叫你妈觉得你困。当祈福用爪子给自己挠完痒痒后，会雨露均沾帮孩子咬一咬。当熊孩子坐在自己最爱的笋笋上，祈福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娃一脚踢开，并且作为一直有偶像包袱的熊猫妈妈，祈福绝不允许自己在孩子们面前丢脸。如果有，那就把罪魁祸首揍一顿。这天祈福爬树时不小心压断了树枝，刚巧被小福顺亲眼目睹了全程，恼羞成怒的祈福立马撂挑子不干了，抱住树枝就是一顿疯狂大摆锤。这模样把福顺吓得后退了好几步，内心 OS 揍完他就不能揍我了哟。这天祈福把福顺叼过来放在怀里，一副母子情深的温馨画面。结果下一秒祈福就像断片似的停住，而福顺就这么水灵灵的脸着陆了。如果说上一次只是祈福妈妈失误，那这次绝对是想锻炼福顺抗摔打能力。只见祈福毫不留情地把好戴尔推下去，当福顺累到趴在地上一动不想动时，大阿福就直接拖着脸着地的孩子朝家走。对此福顺表示我很好，就是脸有点痛。当福顺想爬到大宝座上玩耍时，不论祈福在哪个犄角旮旯，会立马冲过来将熊孩子拽下来，然后自己爬上去稳稳占据大宝座，心想屁大点玩意还想篡位姥姥。等到下树时还一屁股坐在了福顺身上，只能说熊孩子能长大全靠命运。没想到媚珠小年纪就双标了，别看萌萌动不动就把娃扔地上，还眼不见心不烦的把闺女推到一边，但媚珠一点也不生气，反倒格外乖巧。当疲惫的萌萌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时，毫无睡意的媚珠没有去打扰妈妈，而是努力昂起沉重的脑袋练习走路，懵懵懂懂的模样简直可爱数了。当菊萌萌嫌弃闺女太碍眼时，她小脚一蹬将身体调转了个方向，随后手脚并用将媚珠踹向远处。换成别的小熊早就跟饲养员告状了，可媚珠却仍安安稳稳的睡得香甜。或许在妈妈身边才会安全感满满吧。有时萌萌的爪子不小心搭在脖子上，媚珠像个玩偶似的躺得板板正正，被妈妈翻来覆去的玩更是一声不吭。不过媚珠的乖巧仅局限在妈妈面前，在大梁奶爸面前却是不好惹的小辣椒，动不动就用河东狮吼喝退对方。这天奶爸准备带媚珠去做检查，发现萌萌刚好在和闺女各自安好，于是直接拿出工具悄悄偷娃。然而大梁好不容易把媚珠挪过来，伸手要把小家伙提溜出来时，警惕性十足的媚珠当即大声咆哮：妈妈快来呀，有人偷熊了！惊天怒吼把装睡的萌萌都吓了一跳，大梁则露出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，一脸歉意地跟自家闺女道歉并安抚她。没想到地板公主还是个小暴脾气呢，而这已不是媚珠第一次吼人了，只是因为摄影师的镜头离得太近，连脑袋都抬不起来的小家伙立马咂嘴蓄力发挥嘴炮功能，甚至有次还直接气出了猪叫。只是这软萌可爱的模样实在没啥威慑力，有时摄影师看媚珠实在可爱，忍不住上手摸摸她毛茸茸的小脑袋，结果媚珠啧了一声并一巴掌呼过去。不得不说奶凶的更想摸了。当奶爸奶妈来给媚珠称体重时，小家伙正躺在地上睡得正香，猫瘾上来的大梁忍不住揉揉他肚皮，把窗外的游客嫉妒的集体红眼睛。而被打扰睡觉的媚珠可不惯着他，挥舞着小手就想给对方一逼斗。欣姐看到这幕也是没好气的冲大梁挥手，那架势仿佛在说去你的一边玩去。看来媚珠双标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毕竟这奶爸实在是太皮了。北洞的熊猫究竟有多肥美？眼前这只跳扭扭舞的胖宝宝就是三太子萌兰的妹妹萌宝，她和萌玉不仅长得像萌兰哥哥，身材也逐渐向胖胶囊靠拢。如果不是耳朵下面的那颗黑痣，估计很多人就要将她误认成萌兰了。如果说北洞最魁梧的小熊是胖大海，那头最大的一定是三太子萌兰，凭实力打破近大远小的定律。而萌兰不仅头比其他小熊大一圈，据说体重也已经达到300斤。只见他甩头十抖的木架颤颤巍巍的，甚至从木架下钻出来差点被卡住。尽管萌兰每天都在运动减肥，研究翻墙越狱或者是哐哐挖地道，但她的身材还是日渐圆润，都快胖成萌的球了。萌大萌二看着体型比弟弟小点，但其实体重根本不相上下，只是因为占了腿长的优势，
至于蒙家熊为何都如此肥猛，那绝对与号称北洞太后的萌萌有关。她不仅膨胀到肉肉都暴露在粉网外，站起来小短腿也是能忽略不计的。据说萌萌曾一屁股坐死一条蛇，还在直播镜头下称出体重240多斤。不过这个视频是2016年的，目前她是否有赶肉超男还不好说。然而徐萌萌女士还不是北洞首中，最胖的还得是从小就骨骼惊奇的胖大海。据说这小子现实比镜头上还要胖3分，完全可以用庞然大物来形容他。哇，显得这么胖！哇，天哪！当胖大海和饲养员同框的时候，他就像横在奶妈面前的一座大山。如果说三太子蒙兰是头大的出奇，那胖大海则是身子胖头也巨大。只能说这体型倒是没辜负他的好胃口。别的小熊吃竹笋都是按根计算的，可胖大海却是按筐算的。看着徐老爷一根接一根的给他递粉，猫粉给大海起了个外号叫崔富贵。吃饱喝足后的大海还不爱运动，直接扯过被子盖好肚肚哄自己睡觉，睡不着就闻闻脚丫把自己熏晕。当熟睡中的胖大海被青团憋醒后，懒得起身的他都是直接开闸放水，青团在屁屁上堆了一层又一层。奶妈看到这幕简直无语死了。因此为了让大海多运动运动，奶妈放加餐时总是到处藏。除了这些从小生活在北洞的熊猫外，去年刚回国的丫丫也变得肥猛了。要知道在旅居美国的20年时间里，我们丫丫瘦到体重不足100斤，奄奄一息的模样至今仍让无数人心碎。好在北洞在养猪方面经验丰富，1年时间就把丫丫宠成珠圆玉润的小胖妞。如今的她再也不用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甚至还能心情很好的在镜头前摆 pose。看来无论东或者西在家才是最好的。看到牟世杰几十年如一日守护熊猫，才明白国内的饲养员有多爱大熊猫。这位和龙星聊天的奶爸就是牟世杰，大半辈子都在为保护熊猫而奋斗。当初村里闯入了一只野生大熊猫，年少的牟世杰看到它后瞬间就爱上了。带着这份喜爱，他放弃外出打拼，报名成为了给熊孩子们铲屎的清洁工。虽然并不能近距离接触大熊猫，牟世杰也甘之如饴，一干就是9年。虽然说是清理这个垃圾吃剩的竹子，但是呢，我感觉到这个能给大熊猫服务，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自豪，特别的荣幸。可正当牟世杰沉浸在幸福中时，汶川突发地震基地遭遇毁灭性打击，大熊猫和饲养员们都被紧急转移。虽然核桃坪基地不再需要清洁工，但牟世杰没有离开，而是主动留下来，冒着生命危险帮基地打通道路、修剪损毁的圈舍以及转运运送熊猫。在地震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的举动让我们应该说熊猫人都非常感动。他第一件事做的是帮助我们和我们熊猫人一起去抢救熊猫，去转移熊猫。由于有些受惊的熊猫逃入山林中，熟悉地形的牟世杰主动请缨找熊猫，因为每个人能够承受的重量有限，他和同事的背包里全装的竹笋、胡萝卜。多数背的是熊猫吃的，像这个竹笋啊、胡萝卜啊。我们饿了没有办法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吃那个给熊猫吃的胡萝卜。饿了吃胡萝卜充饥，渴了喝山间溪水，就算身上钉满了蚂蟥也从未放弃。最终他和同事一起找回了61只熊猫。救援有功的牟世杰也被破格录取，成为一名真正的熊猫饲养员。之后又成为了野培团队中的一员。某奶爸和许多熊猫的关系都很好。当初乔乔被放归野外找男朋友，工作人员要定期找到她，更换脖子上的录音笔，拒绝其他工作人员靠近的乔乔，却会允许木奶爸近身接触。终于找到你了，乖乖，树枝上不要怕啊！找到你就对了，你要怕跑得这么远来了啊！找到你的心上人了，心上味儿。而乐宝的妈妈福宝的奶奶龙心，不仅会听从某奶爸的熊猫语呼唤，还特别喜欢对方的肩颈按摩放松疗法。当初草草在半野化培训圈中产下幼崽后，某奶爸特地准备了营养丰富的月子餐带给她，并将食物递到婴育儿而行动不便的草草嘴边。因为幼崽已经满月，按照惯例要进行满月体检，某奶爸需要从草草怀里带走孩子去做检查。冒着被攻击的风险，他先递给了草草一根竹笋，随后自然而然地从他怀里拿起了幼崽。草草虽然望向奶爸，但他没有着急，只因他知道某奶爸永远不会伤害幼崽。原来爱真的能跨越一切物种，想必有某奶爸这般认真负责的人在，熊猫种群必定能迎来欣欣向荣的一天。